20斤，拼命练剑3个月，杨洋凭一滴泪引起上万观众心疼，难怪《凡人修仙传》一播出啊，全网都看爽了。果然啊，让有舞蹈基础的人来演打戏，简直就是视觉盛宴。而杨洋作为脸在江山在的代表，弥补了原著中韩立长相一般的唯一缺点，就连细微的眼神转变，也是让荧幕前的我给震撼的一愣一愣的。瞅瞅着听见吴师叔通知他入门时，眼神从一开始的不可置信，再到后面喜极而泣，忍不住落泪的变化，再瞅瞅要被师傅夺舍身体时，从不敢置信到眼含杀气，透露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狠厉。杨洋将层次分明拿捏的恰到好处，直接让韩立从2次元走了出来。难怪导演杨洋会顶着全网的骂声，力挺杨洋成为《凡人修仙传》的男主。看看人家这敬业程度啊！就连摔倒也不管有没有受伤，杨洋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和导演讨论角色的细节。我打他的那个反应都没顶上来，感觉。杨洋能够作为初代顶流长红10年，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初进入剧组后，为了不让小说动漫粉失望，在本就达标的体重上硬生生减掉了20斤，只为能符合开篇韩立出身贫苦、营养不良的状况。因为知道韩立这个角色在后期不仅要吊威亚，呈现出御剑飞行的轻盈感，还要在斗法时展现出对决的力量感。杨洋更是提前做了3个月的打戏训练，进组后也是一有时间就和武术指导练习打戏，吊威亚吊到肩膀淤青，练打戏导致全身都是伤，嘴上从没有过一丝抱怨，只有要把韩立呈现完美的决心。并且最令我佩服的一点，便是他对着绿幕演戏时的想象力和共情力。那些我们看着很宏伟酷炫的特效，以及精细到逼真的妖兽，都是杨洋对着空气一遍遍演绎出来的。那些饱满的情绪，令人心疼的嘶吼，即使导演对他的演技连连惊叹，杨洋还是会一遍遍的看着回放，要求再来一条更好的。再好一个，放的那个稍微差点。演员敬业，导演用心，特效还原，剪辑团队和制作团队审美均在线，难怪《凡人修仙传》播出短短几天，已经成为裤子的又一爆款了呢。演技被质疑，路人缘降到冰点，杨洋凭的《凡人修仙传》雨霖铃这样的超级大制作，这3大秘密武器让他成为90生的独一档。首先呢，就是扛剧实力。除了我的人间烟火收视率低了点儿，其他只要是杨洋主演的剧，资方的回报率一般都是200%，几乎没有亏本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在19年鹅厂大爆剧频出的时候，由杨洋主演的小说翻拍剧《全职高手》直接成为了鹅厂那年最挣钱的剧。都说拍剧最注重的是品质，而不是挣不挣钱。但杨洋这凭一己之力将品质与挣钱融为一体的体质，真不怪《凡人修仙传》和雨霖铃都第一时间向他抛来橄榄枝。《凡人修仙传》首播热度8326，引来26个广告商，被小说和动漫党一致认同，就已经证明了资本的眼光依旧是雪亮的。而雨霖铃是正午阳光出品，又恰好是最擅长拍大男主剧，只要剧情不翻车，剪辑不出幺蛾子，基本就是稳赚不赔的。尤其是当主播看到雨霖铃的编剧是写出过《战长沙》和《知否》的女编剧后，便更不担心在大男频剧中出现男主开后宫以及抹黑女性角色的情况了。很有可能在淬火年代以及樱桃琥珀都扑街的情况下，成为正午阳光的救命稻草。第二，商务资源。2025年内娱男星商业价值榜单中，杨洋虽因之前的影响掉到了第9名，但其代言的 LV 旗下的娇兰品牌不仅没有被冲击，反而连续8年成为全球代言人，还新增了青岛啤酒白啤以及万达电影旗下的好运椰。同时像宝格丽、荣耀手机等高端资源也被杨洋收入囊中。因为他军艺出身，形象端正，受众群体覆盖各个年龄层，代言销量自然在行业里长期名列前茅。并且只要杨洋播剧，他的代言基本都会有一定的投资，让剧组压根儿不用担心招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杨洋10年如一日的人品。圈内自从出了青簪行的事件后，导演们选人都是慎之又慎，唯恐几年的辛苦打了水漂。但杨洋却在全网黑的情况下，没有被扒出一点黑料，甚至还以人品圈了一大波粉。在16年女性意识觉醒初期，他就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女性家暴问题发声。我们一起打破沉默，终止一切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就连许多明星都拒绝拍摄的公益片，只有他是认真且免费的来了。前几年许多人都嘲讽杨洋在节目上售卖自己的书，但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圈钱，而是将这笔钱成立阳光专项基金，全部捐给了山村的孩子。扶贫重在扶志，扶志重在扶教育。我希望孩子们能够不输在起跑线上。被骂最惨的23年暑假，这个阳光基金获得了我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而将商业价值、人品以及抗拒能力都兼具的杨洋，又怎么会不受大导演们的青睐呢？在全网黑时拍出神级角色，杨洋，你果然是有点东西的。《凡人修仙传》首播就有26光，开播热度高达8326，远超上半年的《藏海传》。原来这就是熹妃回宫的魅力吗？美感的打戏，凭借演技让黑子们刮目相看。杨洋，你还是太权威了。最初看到《凡人修仙传》的预告时，还以为又会像我的人间烟火一样油腻，谁知杨洋超强发挥。在因宋焰被全网黑的那段时间，进组拍摄《凡人修仙传》，却一点儿也没有被舆论给影响。剧中没有油腻的表演，没有端王的仪态，甚至十分还原人设，拿下了小说以及动漫党的高度赞扬。而《凡人修仙传》开播就有如此多好评，爆去杨洋带来的影响外，便是极为还原的特效。说什么天命倒霉，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偏要逆天而行。因为剧组所有人都尊重原著，为了不破坏这个 IP 的影响力，直接将《凡人修仙传》动漫组的特效团队挖了过来，给他们批了将近1个亿的特效经费。果然啊，只要钱到位，技术人员什么都能给你造出来。每个妖兽的建模在精细之余，还保留了它独有的特征。不论是主角团还是配角们，都拥有着独特的法宝和颜色象征。在大场面上有噬金虫群和虚天殿，小细节上有瓦当的裂纹，还有灵力流动时的呼吸感和剑阵的金属震颤，做到了质感拉满的同时，还没有其他剧的精致土。并且《凡人修仙传》不仅颠覆了以往传统武侠的特质，成为打不过就跑的最佳代表，就连服饰、性格和长相都在随着韩立的成长变化着。初期身为凡人的韩立是黝黑的山野少年，身上的衣服也是粗布麻衣，被莫大夫收为弟子，打通经脉。不仅心思变得灵活防备，黑黝黝的皮肤也随着洗髓排出杂质，变得有了一丝神性。第1集开头，金丹期的他，飘逸的衣服，利落的制敌手段，完全以仙人之姿出现，将修仙后的变化一层一层的拍出来了。现如今看完6集的我，还想夸一句，杨洋在内娱的格局是真的大。出道多年，因为有《盗墓笔记》、旋风少女、微微一笑很倾城、全职高手等多部爆款代表作，所以从不惧怕配角上桌。在剧组最初选角时，男的怎么帅怎么来，女的怎么美怎么来，只要能被叫出口的名字都有高光名场面。所以《凡人修仙传》，你真的不考虑将之后的1天1集改为1天2集，并且不断更吗？